这是在干啥？这是俺祖上俺太奶，太奶留下来的。啊，留下来的缸。说让俺100年之后再炸，说里面有惊喜。炸开有惊喜。对。咦，这个缸可以了。来，不可以，来我给你炸。好，炸吧。哎呦！去，嘿！好家伙嘞！好东西啊！呀，乖，这是恁啥祖上留下来了是吧？啊，俺太奶。乖，好家伙嘞！这恁祖上留下来一笔财富啊，确实有惊喜。哎，真知道这啥不知道？这我见过。你也见过？啊。这啥？这看着我。之前俺个朋友他卖过。哦。小姨卖几十万的。几十万。我给你简单的讲讲啊。你这些啊，全部都是过去的20文铜板，在晚清、民国那个时候啊，他们就是当时的主要的流通货币。因为过去是银本位，这些铜板就相当于我们的零钱。在过去，在说它的价值之前啊，我们首先来换算一下它的单位。以袁大头为例，1000文铜板才能换一个袁大头，也就是说，50个20文的铜板能通兑一个袁大头。这是在过去的一个换算方法，但是今非昔比啊！我只能说玩银元的已经不这样换这个铜板了，这些基本上都是以龙板和双旗为主，因为长时间密封在这个缸里边，这就是正儿八经的罐装铜板。你看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铝锈，是吧？因为铜板主要是含铜，上面这些铝锈呢可以清洗掉，它的庐山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。刚才你也说了，这些东西都是恁老一辈留下来的，是吧？是的呀，好长时间了，100多年了。好时间100多年了，我都跟你说一下，它这个铜板的存世量啊，从清朝光绪年一直到民国几十年，它的发行量是人均1枚吧。你过去大概有4亿左右的国民，就相当于1年发行了4亿枚。当然，这铜板上的年份有些是可以重复发行的，因为到了民国后期，各地军阀比较混乱，导致私铸铜板比较多，所以一直到今天，就像你这个铜板啊，存世量还是有的。现在你拿出来的正是时候，因为过去的这些铜板啊，有很多在过去都炼铜了，那个时候导致很多铜板都损失了。目前按照你这些品匠来估价的话，大约每块能给到你5块左右。如果你对5块，如果你感觉可以的话，咱们就把这底下的都弄弄，来数一数看有多少个，按个来算。看你不是扯的吗？之前朋友卖过。结婚记住用钱嘞，他爸给他卖了。卖了还付了个房子首付嘞。付个房子首付。你确定都是这些铜板吗？对呀，都是这。铜板一个能值几十万，那都是谣言。就目前你这一罐而言啊，少说也得有上万枚。就像过去的地主家这样的数量的铜板多的是，咱都不多说。几十万年白得想了，1万块钱一个，都像你这目测有1万个，这都上亿了。你这瞬间啊，都成为亿万富翁了。这样的没事说实话，你让我想想也挺激动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啊，到底有没有值钱的铜板？答案肯定是有的。先不说那些能值多少钱，但是有一个前提啊，值钱的，就是咋回事呢？它有个特征，就是双面，你看两面都一样。比如说这旗子，两面都是旗，这就是所说的错版米。但是有一个前提啊，你千万别相信那些网上拍卖公司。我跟你说，那些公司都是忽悠你的，他们的套路前期是告诉你值钱，后期你就变成待宰的羔羊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多问、多比较、多了解，全方位了解之后，你再做打算。你看你这些东西，你说你放100年了，也不急于这一会儿卖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说的，那东西卖个几十万，付个首付，对不对？你还去了解了解，行不行？这情现在不卖了，年轻人就是年轻人。反正没事，你这些东西放进来吧，行吗？你收拾收拾，看里面有没有这个啥错版米值钱的，行不行？行。你喜欢这个手镯是吧？是的，老板，这手镯多少钱？我看看。这手镯也都200来块钱。200来块钱。中啊！这不是铸银的吗？是的，铸银的呗。你看我这钱。200多块钱啊？你这拿来啥钱？钱啊！我知道啊，这才几块钱啊？啥几块钱？这钱好，这钱老钱。
啊，这100、200，对呀，然后正好200多是吧？对呀，这不正好200多块钱吗？这不是买这桌子绰绰有余啊？咋的？别动，别看，这是200多，你这拿的是1块来着，这不是100啊？这不是100的，这是1块，我知道这是1块的。啊，这2毛嘞。100的话，是1毛嘞，谁给你说的1块当100的话？我自己想着这都可以当100的话，这两个你看100、200加这200多，这不正好往这？正好换一对，这是不是？哎，对呀。你想来怪好嘞。不能拿回家，拿着，俺这钱不要。咋不要这钱？你看你这桌子都给我拿过来了。不是你这东西这搁哪弄的？这我攒的呀。我知道你攒了，俺这不要，俺不要这钱，这手镯给我拿过来。啥？这钱可比那钱好了，这都是好钱，你好钱啊！我知道是好钱，你看手镯拿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咋戴？啥？这方形手镯知道不知道？我会戴。我知道你会戴，这手镯这你钱拿着吧，这是俺不卖，这别开玩笑了吗？这拿个这钱过来你买手镯，你哪有这样的呀？这钱哪个？这钱都是钱啊！我跟你说，2块1、2块3、2块4、2块5、2块6、2块7、2块8、2块9，你这3块钱都不到，你想买手镯，你开玩笑了吗？这个100，这200，你看不？这200多，这230嘞。你这想法，你近视还是我近视？这你也说了可以当100花。那谁说跟你说的？你找谁去吧？你别的，那俺不要。你再转转，买不中，你再转转吧。别骗我！我不骗你，你再转转吧啊！这你骗我了吗？啥东西拿出来看看？爹，捡嘞。啊，捡嘞。这，捡嘞。接着换吗？啊，咱俩一个人捡一个，还是咱俩分嘞？咱俩分。啊，一个人分一个。一块看见捡嘞，对。啊，那想到这是啥嘞？金的呀。啊，黄金的，这恁这叫我看看，都是准备叫他变现了。是的。我看你嘞，咦，还真是一对儿的。恁俩感情还怪好了，一个人一对儿。搁哪捡嘞？就给树旁边。啊，都该。那走着看见一个黄的，捡着了。啊，就一对儿，这可不是黄金的啊。是黄金的吧？你看颜色有点发浅，黄金的要比这黄，重量还很轻。别确认啊。确认倒是不确认，是不是？你带了一个黄金没？没有。啊，没有。你看，我还不会骗咱俩，这不是黄金的。要是黄金的，都跟他说是黄金的了，对吧？是黄金的吧？这不是黄金的，这要是黄金的话，颜色要比这黄，知道吧？比这要黄很多。这一看，都是那种啥，就那种黄铜。你看，铜嘞，假嘞，不是黄金的。你瞅瞅，你看看，其实这个东西咋说嘞？要是黄金的话，那俩一个人一个，还挺不错的。光分个500、600块。但是不是黄金的都不中了，5毛钱都不值，那只能自己带着玩了。好吧。你的这个也不是黄金的，咋说嘞？反正带着玩吧，反正当个小玩意儿玩吧，当黄金是不行了。给，反正假嘞，当着小玩意儿玩吧。老板，我这里有100块钱，它的个头太大，装不进存钱罐，麻烦您帮我换成整钱。哇塞，你这哪是100块钱啊？这分明就是100块银元，你普通的存钱罐肯定装不进去，这个头比硬币大多了。换100块钱，小朋友，你该不会把它们当成1块钱了吧？这上面写的就是1元啊，这2字我太认识了，刚好是100块，正好能换100块钱。1元2个字你认识不假？这是过去晚清民国100多年前的计量单位，和我们现在的1块啊差别巨大。这100块银元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啊，哪一块都是26.8克的银子，1块换1块钱太亏了。这银元这是哪来的呀？这100块银元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压岁钱，一年给我10块，今年刚好10岁，刚好攒100块。既然是当压岁钱攒起来的，我来给你核算一下啊。如果这100块银元兑换成100块钱的话，相当于你爷爷奶奶一年只给你10块钱的压岁钱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一年只给我10块钱的压岁钱，我感觉爷爷奶奶太抠了。你可别误会你爷爷奶奶，一般的家庭
你别说这个一年拿10块这个银元当压岁钱发出去，大部分的家庭啊，一辈子连10块银元都没有。我就随便拿1块银元，在过去的购买力相当于500-600，你即使放到现在，即使品相差的，现在也很值钱啊。叔叔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自作主张换一次整钱，难道还亏了不成吗？你拿1块银元兑换成1块钱，这是必亏无疑。因为这些银元啊，你看它的面值虽然说写着1元，但是它们的面值啊早就过期了，相当于是26.8克的银子。说句不好听的吧，你就是拿出来卖破烂，按银价6块钱1克的话，这哪一块也得卖个100-200啊。那就当破烂卖呗，一个200，100个那就2万了呗。那我这10年的压岁钱可喜欢人了。对啊，爷爷奶奶这可是至亲，给亲孙子的这个压岁钱啊，都是很实在的。我给你估的都是破烂价，更何况你这100块银元，我看这品相状态都不错，虽说都是常见的袁大头，这当破烂卖也是巨亏啊。那按你的意思不止2万喽？究竟这100个能兑换多少钱啊？你说的我有点绕了。你主要是年龄小，加上这个对银元又不懂，所以不了解它的价值很正常。一般像这种袁大头，现在被定义成5级文物，你就随便拿一块变形的，品相特别差的，才会当银价卖。而你的这些，你看这都是通通无伤无戳的品相。你像这个袁大头3、8、9、10，还有这个23年传阳，除了8年、22年、21年，还有各种版之外，能够达到你这些品相的，说实话，这已经算是通货状态了。你看现在的市场行情，保守估计1000一块，这100块正好是10万块钱。我这个奶奶呀，10万块钱有那么值钱吗？那相当于爷爷奶奶1年给我1万的压岁钱了。对啊，你按现在的市场价折算的话，相当于爷爷奶奶1年给你1万的压岁钱。这样来算的话，你爷爷奶奶其实并不抠，他们还是非常疼爱你的。其实我爷爷奶奶也没什么钱，我收回他们很抠的评价。这银元究竟该咋兑换，我都不知道了。你不知道就对了，主要是你这年龄还小，这些银元啊，你按卖破烂卖银价太亏，一个1000市场价算10万，对你来说支配这些钱又支配不了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把它归还给爸爸妈妈，等你以后这个考上大学了，将来参加工作之后，或者是娶媳妇儿的时候，到时候你再拿出来换钱。你说的对，本来我还以为只换100块钱呢，你这一下子估价把我也难住了。难住就难住吧，给拿回去吧。大家好，最近有朋友问我，平时我们佩戴手镯的时候，究竟应该是佩戴左手还是右手？确实，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朋友漂亮的手镯买回来之后，在佩戴的问题上左右为难。其实根据我们生活工作习惯的问题，首选应该是左手。右手呢，平时我们用到的比较多。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写字要用右手；如果是上班族的话，右手要用鼠标。总而言之，佩戴在右手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容易带来很多麻烦。我们信奉佛教的朋友都知道，佛教中有一种理论叫左进右出，意思就是在佩戴首饰的时候，左手为净手。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男士佩戴手表和手串的时候，基本上选择的也都是左手。以上我们所说的都是在佩戴一只手镯的前提下。有很多朋友说了，如果是一对手镯呢，或者又是3只甚至更多，如果是一对手镯的情况，就要左右手分别各戴1只了。如果是3只或者是3只以上，这样的情况很少，但是也要考虑全部都佩戴在左手。当然还有朋友说，我是左撇子怎么办？左撇子的话就应该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习惯，没办法，只能佩戴在右手了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人讲右进左出，就是针对左撇子而言的。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份
佩戴参考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。喜欢老汉大哥视频的朋友，记得加一下关注。有什么关于首饰方面不懂想知道的朋友，发私信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留言。再次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啥东西拿出来看看？咦，我这个东西可是个宝贝啊！多宝贝啊！这是个金碗。金碗，我还真没见过。那我那边在哪里？我叫你看一下啊。啊。来，你看看。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说啊，搁哪弄的金碗呢？哪弄的金碗？这个东西我给你介绍吧。啊。那回那不是，俺爸不是上海南那边一出差是吧？啊。俺那边一出差，然后走过一个酒店。那个民宿你知道吧？啊，民宿现在叫民宿啊，就是人家农民家里面建的房子啊，然后给他家里面住，那家里面住的话，然后他家里面的就那个香台上面摆了一个这个东西啊，摆了一个这，哎，俺爸看到怪好啊，给拿过来了，哎，不是拿过来，那不能说给人家拿过来了啊，那时候给那个朱姐商量说的，啊，这个看着他挺喜欢的，因为他爱好收藏啊，对对，然后他给他商量价钱啊，后来你也感觉哎还可以合适啊。就是也遇到有缘人了，说的啊，这是转给你吧，不这样的，这个金碗都是这样带来的。然后现在到俺家里面也有个大概有15年、16年那个样子。10几年了，哎，10几年。这一直当个宝贝，跟那个博物架里面摆着。我再给你看看，这不是金的，我跟你说，这要是金的，我跟你说，那真是发财了。看着沉甸甸的，真是沉甸甸的，它还不是金。你也不知道金子的密度大不是沉吗？对呀，金子啊，我跟你说，要是金碗，真金碗，它真比这沉的多。这个说实话，这个还这是铜的，你看轻年的很，重量还达不到。那重量达不到，然后而且呢，你看它这氧化没看没有？啊，发黑的地方都是基本上都属于氧化了，有的都掉漆了，外边的漆都掉了。你说它外边是属于做的属于做呗，这是属于做旧的东西。反正就是一般，你看啊，它是在那个香台上放着，一般都咋说呢？就是比较喜欢放这些东西，就有一个寓意吧，有一个好的寓意。啊，你说它是一个近代的，不是对近代的。对，但是你看，你看后面写着了，你后边这个东西，它只是一个小参考，唐朝的。那不对啊！我看到这字体。它可不是简体字，材质都给你看过了。这个后边写了字，跟这个啥，跟黄金没关系，知道吧？它都是不是黄金的？跟你说是做旧。我想着它是不是黄金的？它是一个，那不是。它要是唐朝的，是不是？那不是啊，没有那么远。你想的太美了，没那好的事啊。你的意思不是唐朝的啊？不是唐朝的，也不是黄金的，就是一个艺术品，近代的艺术。近代的一个艺术。对。哦，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爸买这个东西买亏了。亏倒是不亏，你搁家里放着玩呗。他喜欢收藏这小物件，这东西。对，啊，喜欢收藏这东西。这个东西反正就放着玩吧，还继续放着玩吧。上面雕花的可漂亮。是的，确实挺不错的。是的。我这有一个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锭，我用电能都称过了，正好是1斤的重量，你看能不能卖50万？1斤重的金锭要价50万，确实是挺保守，上面还真有落款，雍正年造。看你这个个头的话，这恐怕得有10两以上吧。重量正好是500克左右，我都已经称过了，确保无误。那过去的锭子1两是37.3克，看你这个个头的话，银锭是10两，但是黄金啊，它比银子重，所以重量应该是10两以上了。再说你这个金锭上面的字体倒是会很规整，这如果要是对的话，这价值远远不止50万了吧？哎，其实啊，我都找专家看过了，专家给我鉴定是300万。300万，感觉啊，他鉴定的价格太离谱了。已经找专家鉴定过了。对呀，专家给出的价格是300万，别人都听这价格越贵越开心，你倒和别人不一样啊。网上的专家给我的感觉，他就是富有。价格300万，我觉得很不现实。人家有300万不会买这个东西啊。你这是很少有的人间清醒。一眼就看破了网上专家来瞎忽悠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像这种金锭在过去啊比较少有。如果你这个是对的话，字口果真有这么清晰啊，300万估价确实是很保守了。我要的就已经很保守了。50万是有依据的。黄金300现在500块钱一克。对，500乘以2，正好是1斤50万。原来你这个保守了50万是这么得出来的。按现在的金价乘以2，1斤重的金锭正好是50万。我这是第一次见这个金锭是这样
定价嘞？我定的价格很现实啊，做生意主要是讲究一个回款啊。再说房金卖的太贵了，别人也买不起。你说这话没毛病，无论做什么生意啊，这个回款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平时普通的黄金价格很透明，但是像这种金锭是属于古董，古董的收藏价值肯定要远远高于金价嘞。还没来得及问你这个金锭这是哪来的？我在路上捡了一个快递盒，拖着有点重，拆开一看啊，这么大一个金锭。原来这个金锭是在路上捡来的，怪不得你这要价这么保守。捡来的快递你不应该跟人家快递员联系吗？哎，掉水里了，死水里都看不清楚了。再说过那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有人寻这个东西。你这个幸亏金锭价值不高，不然再过多少年，你拿出来依然有麻烦。首先，这个金锭的材质不对，你称了1斤重量不符合黄金的密度，10两银锭重量是370克左右，因为这个锭形啊，你看稍微厚一点，黄金的话应该在800克到1000克的样子，这个是它比重不对的地方。另外就是金锭，它这个造型上很有讲究。首先啊，这么大的锭子它不应该有翅膀，这种带翅膀的都是银锭的器型。还有就是它底部这个蜂窝很可笑，因为明清那时候的黄金含量能达到98%以上，黄金不比银子熔点高，在浇铸的时候啊，底部不存在有蜂窝，你这些蜂窝看着应该是罩上去的。还有黄金这个材质啊，亘古不会变色氧化，你看从底部一直到上面的字口这里，这很明显都有褪色的现象。最关键就是这个金锭上面的这个字口，这一看就是现代的电脑体，过去的金锭都是粘刻上去的，你这个是属于漏洞百出，个人看啊，也就是现在的艺术品而已。哎，终于听你说完了。你这讲的没有优点，好像全都是缺点啊。对，你开个价吧。开价既然不是黄金的话，基本上现代的艺术品也就没什么价值。外边点镀这一层也不是黄金，它即使是黄金也没法提炼出来。个人看，如果买的话，估计也就100-200块钱的样子吧。这个价格确实很尴尬。开300万是想忽悠我，要50万竟然也卖不掉。对，100多块钱也太可笑了吧？那其实也没什么可要不可要的，毕竟这个东西也是你捡来的。你仔细推理一下啊，如果是真黄金的话，怎么可能这么高价值的金锭寄快递怎么可能会掉地上？这分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。反正也是不值啥钱，你就当一个小玩意儿拿着玩吧。再说吧，我再找其他人看看。再说吧。好。哎，这好好的一块军阀币啊，竟然被恁家大人当成扣子，你说恁过去啊，这得有多豪横嘛？这是俺太奶奶留下来的。哦，留下一件袄。这个老古董啊。老古董，俺这个袄可不回收啊。主要不是这个袄啊，这儿。啊，上面的扣子。咦，好家伙嘞！这是一个军阀币，给它剪下来吧。剪下来，你看看。好。耶，好家伙嘞！实话实说，我第一次见这军阀币当扣子。哎，这好好的一块军阀币啊，竟然被恁家大人当成扣子，你说恁过去啊，这得有多豪横嘛？俺祖上今年是个地主。哦，地主资本家有钱。哎，今天拿出来想干啥？不是急着用钱吗？要不然都不拿出来，都不舍得拿出来。不舍得拿出来卖。哎，我给你简单的看看啊。其实像这种1块的银元啊，在衣服上当扣子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我们经常见的都是那种面值1角、2角的小银号，银号的大小和纽扣大小相接近，所以过去很多有钱的这个人家会给家里边的小宝宝缝衣服上。第一，这样做比扣子好看，因为银号上面啊有龙有花纹，还有过去的银号它的重量是固定的，即使以后衣服不穿了之后，还能把上面的银号取下来继续使用。因为过去啊是银本位，银号品相好坏都无所谓，他们的购买力不会下降，所以过去人经常用银号当扣子。但是话又说回来啊，用你这块银元当扣子与理不同。你看上面写的是中华帝国红线纪元，背面是袁世凯的戎装像。我们现在啊称呼这块银元为元相飞龙。这块银元在过去可不是一块普通的袁大头，虽然说等同于1元的面值，但是当时它并没有真正的发行，它是以纪念币的形式做出来的。也就是在当时那个时候，我们普通老百姓家根本就没有，在当时也是非常难见到的。
实话实说，就是因为它的发行量比较少，也不排除啊，当时有些人拿出来当冤大头花掉了，就是因为它比较稀少。我感觉你祖上这老一辈人啊，才把它镶在衣服上当扣子。目前看啊，你这个袁世凯面相这一块已经损坏了。即使它是一块真币，说实话也已经卖不上啥价钱了。你仔细想一想，谁会出大价钱买一块破神了银元嘞？对不对？你意思是多少钱？我的意思是卖不上价钱。哎，先抛开你这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先不说，就目前从它这个材质上来看，它这个含银量能看到有7、8成。你看这以前火烧过，哎，也就是说这块银元的含银量哎有待研究，但是它上面的包浆却不自然。你看这个，尤其是焊接的这个环，你看到了吧？看见了。哎，这个圆环看着是现代的工艺，还有你这衣服的面料，你看一下，这衣服实话实说，这面料和做工，这也都是我知道老物件也就70、80年代呗。这衣服也不是太老，也并不是说像你说的民国啊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纵观我研究这么多，你看，我认为你这块银元纯银，极有可能啊是现代的东西，可能我说的也不太准确啊，只是简单的做一个简单的参考。你今天拿出来是准备急用钱变现是吧？是的呀，要不然都不拿出来。我知道你要不是不拿出来了，这实话实说，我确实给不上价格，但是你这块银元我也给不上价格。哎，既然是恁老太太留下来是吧？我建议啊，你还继续把这个扣子还缝上，对吧？还当一样物件还继续放着。哎，你这块银元实话实说，我看着它不值价钱，也就一个银价吧。你说不值钱都不值钱吗？我准备拿外国拍卖去得。哦，准备拿外国拍卖。你别说你拿外国拍卖，你就是上任何地方去拍卖，我感觉就像这样的银元都卖不上价格，因为损坏了。它即使是真的也损坏了，也值不了几个钱。何况你这块银元纯银，我建议你还继续留着吧。看你这个老板不识货呀，去找有缘人。好，你找有缘人卖吧。你好，过来老板。老板。想弄点啥嘞？我想叫你给我看一把币。可以啊，拿出来瞅瞅呗。先让你看一个吧。啊，先让我看一个。这银元不错，一眼大开门。我先看看你看的咋样。你要看的中了，我再让你看我其他的。你要看的不中，就再见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我想给你价钱看合适不合适，是这意思是吧？也都这意思。这包浆不赖，品相也不赖，这是一眼大开门的东西。这个就像这样的银元，说实话确实很少见，我能给你开到1500。1500一个吗？对，一个1500，看怎么样？哎，给点中。还可以吧？啊，又拿出来一个。这都是冤大头啊，这。那有不一样嘞，我不太相信，你看看吗？不赖，你别说了，保存的品相确实不赖。这看来这是搁哪弄来的？这都是。这好的东西，那肯定是家传的呀。家传。对呀。又一块吗？看。咦，这我这看咋看来，这都是3年的冤大头，品相都不赖。价钱都一样吗？这也没啥特殊版面。会不会价钱高一点？长得不一样？没有太到那了，长得它几个长得都一样。长得都一样吗？有的黑白不一样吧？啊，你的意思包浆不一样是吧？对呀，会不会价钱不一样啊？那这个咋说呀？包浆不一样，这都可以。你这几块大头都不赖，没品。说实话，好东西永远都好价钱。你还有都拿出来呗，我看看。哎，看你这给脸中。啊，价钱可以，这都是真人了这。拿出来都让你看看吧，你小心点啊。哦。轻拿轻放啊。轻拿轻放，小心一点。对。全是真人，这真人全部都洗了个家来。漂亮。洗不洗？好东西都是好东西。我给你瞅瞅啊，真人说实话啊，实话实说，没有大头价格硬。真人也不赖，都是好东西。多少钱一个？真人的话要略低一点。你今天你出货不出货？你合适了，那都出了呗。都出是吧？还带回去干啥？那是，真人不赖，唯一的就是洗了，这应该是深坑的东西，你应该搁家里洗了。你要不洗，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这不过一洗也怪干净。这不是越干净越好吗？那对，确实不赖，确实好东西。看着说实话，我这早都没见过这样的币了。中国都那样是吧？那现在都拿回来的银。 4块大头
9块炸仁，白说了，确实祖传了是吧？那肯定啊，这不祖传谁能拿来弄好的东西啊？你搁这光说嘞。哦。我跟你说吧，还有嘞家里。家里边还有。那。讲讲，我先拿出来探探口风。探探路。先拿出来这一批探探路。对啊，看价钱合适不合适，合适了再拿其他的，要不这姻缘沉的不能赢。哦，对。都拿住多沉啊。是，这姻缘确实都是祖传的，然后没啥来历吧？这都俺爷传的，我跟你说吧，俺爷给俺传好些了。那应该是过去也是大户啊。对呀。传一箱子嘞。一箱子。咦，你这别说了，这真不得了。如果说都是这品相的，我不给你弄那了，不给你乱报了，全部给你按1500，咋样？你也攒上一块儿吧？对，全部拿呀。可以啊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你给的价钱合适，我明个家里还有其他的嘞，跟这不一样嘞。还有跟这不一样的？那肯定啊。龙啊啥东西有没有？那你能没有吗？也一箱子嘞。还有龙。对啊。别说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回家是吧？千万别洗了。我要原模原样的，就带着这种包浆的就可以。铝锈了是吧？哎，对，带铝锈了，最好是深坑的那种。可以。好吧。有龙有船。哦，那可以。有帆船嘞。那好，行，那吧，这都给我留着吧。你下一次我期待你更多的东西。好吧。这都过年了，我这极品姻缘要出手了。极品姻缘，对，那应该是非常少见的姻缘。对，小北你都没见过。我跟你说，这要不是过年我用钱我都不出手。我跟你说实话。那行，那我仔细看看吧。好。确实，你这里边有一块比较少见的，这是红线飞龙。这一块说实话确实比较少见。这个颜色看着怪怪的，你这姻缘搁哪来的？我跟你说，这是我2年后的在集市上认识一个老头，知道不知道？这是他老婆的陪嫁姻缘，知道不知道？尤其是这个红呀，这几块我都查了然后当时花2万块钱买回来了，老头都说了，不是极品，免费送给你，不要钱。好家伙嘞！不是极品不要钱。对，那确实这个是红线飞龙。总共下来2万块钱。对，当时我给你查这个飞龙啊，你说的这个，上百万。哎呀，在咱家里整整放了2年了。对。今年过年急用钱。对。才拿出来变现。你说的一点也不假。总共是5块姻缘，数量对吧？对，可以这样说。其他的我也查了。反正也值得钱，没那一块值钱。重点就是这一块红的。对，而且我买的时候啊，我还都用称电子秤。对，克数都中，分毫不差。分毫不差。这看来你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。2万块钱咋说哎？也可以说你是赔钱了。具体赔在哪，我给你细说，好吧？好。这几块姻缘咱都不说了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。先说你这块广东，这块广东咋说啊？因为它比较少吧，发行的比较少，在咱这边也比较少见，一块4000。然后我看了有2个杆数，这2个杆数目前市场价也在2000左右。你看这都是一眼开门，这个状态也都不错，不过也没啥具体啥大的板。这一块2000，这都8000。还有一块初柱。这一块小头，咋说啊？状态也不错，你看带光，而且还是一个好板初柱，8字背，翘弧边朝，我刚才简单的都看了，都不错，这一个初柱的话，目前状态的话能给到5000，5000、8000、13000，你等于说是现在还是有7000块钱的这个本钱，对，没有回来，这个都够了。那是我刚才不是说2万块钱，你不是2万买了吗？2万块钱你现在只算到13000，还有7000找不到这个账。你这个是红线飞龙，红线飞龙啊，它是属于军阀币，这个当时发行的比较少。你这个一看颜色它就不对，虽然说是嫁妆，对吧？但是你实际的嫁妆姻缘它是全红的。不是，当时他这老头跟我说的，他有红纸包的。所以说，经过那么多年放嘞，然后红纸的颜色沁上去了。所以说才成红了。红纸的颜色即使再沁上去，它经过那么多年，对吧？它那个颜色也都淡化了。你看你这个红一抹红，这是很艳，这说明这颜色是最近上去的，明白吧？那不可能吧？这2年前的我都在那放着，他都
一直都这样来是吧？对呀。咱不抬杠，咱不说具体，不说这个颜色了，就看你这个壁面，说实话，压力各方面达不到，尤其是你这个边齿，你仔细看一下，来给他们仔细做一下对比，你都知道了。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光让你吓一跳。它边齿太厚了，你看比普通的这个银元的边齿要略厚1/4，这就说明这块银元做工说实话不咋地。我不懂，都算了，老板你还不懂吗？你这重量对是吧？重量对，只能说明它是银的，听着声音确实是银的。对呀，只能说明它是一块真银假币。那不对。我要这样说吧，当时这几年毕业，你要说边齿不对，它可能是没有流通痕迹，它不可能假，知道不知道？那我是看假，反正你这个暂时啊，只有13000，只能卖到13000，这一块我是没法跟你要。我跟你实话实说，这一块你要不收的话，其他的你也别想买走。那你还是拿回去吧。好，没办法，这种东西咋说呀？只能自己留着玩了。这不可能，卖是绝对是卖不掉了。我白买卖掉了，我这白买真皮。好，那祝你好运吧。好。